感觉我的汽车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脏啊，不是特别脏，但是我也得洗了，一直想洗，但是呢，佛罗里达这边呢，经常下雨，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等那个查天气预报啊，等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洗，然后它老是3、4天一场雨，3、4天一场雨，所以呢，闹得我呢一直没有洗，所以待一会儿去洗一下车，然后看看。我觉得车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车还是比较干净。开始洗啦，进来，过来洗车，给车洗个澡。现在都实行这种梦幻般的洗车。五颜六色，洗这么一次大概18美金吧，18美金洗一次。当然你也可以包月啊。我呢，那个回头我想办一个包月。好，说回咱们的今天的话题啊，可能很多这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啊，尤其是手上有房产，甚至是多套房产的华人，可能他们啊会关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最近啊，社交媒体上还有美国各大新闻、主流新闻网站上啊，都播一件事情，就是说出这个新词儿 squatter， 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占屋者啊。就是合法的占屋者。那么合法的占屋者呢，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可以进到你的家里边，把你的房子占领了，而且是合法把你的房子占领。这个事情听起来很梦幻啊，很稀奇。但是呢，很多华人啊，尤其在华人喜欢购置房产嘛，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尤其多套房的，那可能要关注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可以占领你的房子。前几天有一个社交新闻，有这个社交媒体上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非法移民，好像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吧，他说西班牙语，他在那里就说他呢，认为美国人啊现在像奴隶一样在工作，但是他呢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他们房产。把他们的房屋这个持有占为己有，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呢，长时间空置，你就可以，他可以把你的房子给占领，然后合法的给持有了。那么这个事儿呢，我想深挖一下，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我查了一下啊，还真有，在美国还真有这种法律。也就是后面啊，我要跟大家详细的详解一下，详细的聊聊这个事情。这个叫合法的占有别人的房产，在美国。大家记住啊，这个视频啊，我不是说在教你怎么做，我只不过根据我的调查，这些呢都是正经的这个各个州的法律，他呢有说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呢，这个占有者呢，在美国很多个州都是有这个法律，就是说你可以啊把这个别人的房子，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段的时间，
就可以这个把这房子拿下。给大家看看啊，根据我的调查，这个其实呢，它这个还是有条件的，每个州其实都有这个法律。阿拉巴马州啊，在阿拉巴马州是10年，最少年限10年，你要在这个房子里住着10年，没有人那个干扰你，或者没有人怎么说呢，就是驱逐你呢，那么你呢就可以持有这套房产。阿拉斯加州的法律是，这都是正规的法律啊。阿拉斯加是7年，最少7年。大家看啊，亚利桑那州最少年限3年，你在这房子里待了3年，这房子就是你的了。阿肯萨州7年，加州华人最多的地方，加州是5年，科罗拉多州7年。那么也就是说，你当然了，这个加州规定啊，就是说你需要在加州说你在这个房子里待至少5年，并且付房产税，当地的房产税每年都付，那么这房子就是你的。它还是有一些条件的，每个州实际上都不一样，法律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占屋者啊这个词儿和这个非法闯入者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前几天呢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加州的比弗利山庄，大家都知道，比弗利山庄是富人区啊，好多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导演，这个名导、名嘴儿什么都住在那儿。比弗利山庄一栋豪宅，结果就被人给占了。占了5个月。他呢，占这个房子的人啊，他也不是说是普普通通那种入室直接破门而入给占，他呢实际上还是有他们在里边举办那个派对，他们进去的时候应该是合法的，他们在里边举办派对，然后呢还这个开始收费，比如是楼上你的租是多少钱，楼下租就是多少钱。他们呢实际上是。我认为这些人还是比较专业的，就他们能查到这个法律，在合法情况下，然后他们还，反正我不知道是怎么着呢，反正他们肯定是很明白这个法律，当地法律。还有呢，一新闻呢，就是俄亥俄州有一个忘了是哪州，好像是俄亥俄州吧，然后那个非法移民进去，然后呢，这个屋主、房屋持有者想轰他走，结果呢，把警察叫来了。警察把这个业主、这个房东这个地主给抓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对他把那个业主给这个房屋持有者给抓了，但是对那个占屋的人却没有逮捕，因为那个占屋的人呢，他是按照这个租客的这个权利来保护，这是非常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呢，佛罗里达呢最近出了一个法律，佛罗里达州长就是剥夺了这个占屋者的这个权利。就是占屋者呢和这个租客呢是区分对待，就是这个占屋者呢不再享有这个租客的权利。以前呢，就是这好多州以前在佛罗里达州呢是很多租客和这个占有者是享有同等的权利的。那么现在呢，截然相反了，就是他没有这种权利了，所以你可以给他轰了，就是只要你能证明这房子是你的，就可以把它合法驱逐了。这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法律。但是大部分的其他州呢，还是有一些这些法律在的。这个法律其实你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美国。我查一下，18世纪的美国，17几年美国当时就有这个法律了，就可以
就可以占据别人的房子。如果你在里边住了一段时间了，也没人管你，你是可以的。这个和美国它这种移民历史有关啊。最早美国一大堆这种新移民进来，也都是它一直都是移民国家嘛，一直进来，然后那个探索呀什么这很有意思。这种现象确确实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啊，在别的国家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呢，还想说的是，非法移民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非法移民呢，现在有好多这个病爆发了。在芝加哥最新的一个新闻啊，说这个芝加哥它的这个难民的这个庇护场所里边啊，爆发了什么结核病、肺结核病，还有这个这些它爆发了这种结核病，然后还有什么麻疹之类的，有好多这病啊开始爆发，从海外带过来的，就是那些这个中南美国家吧，他们有这种病，他们的这些病给带过来，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这些庇护场所里边，然后爆发，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消息。我估计对大多数人应该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那个难民他们自己里边传染的比较多，所以呢，大家也得小心吧。好，所以怎么预防这个事儿？怎么预防不让占屋者占据你的房屋？我相信很多人啊，华人啊也非常关心这事儿。那么首先呢，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出租屋的啊，就是这个度假屋的空置房子有不出租的，我建议大家呀，还是尽量能找个人经常去看一下你的房子，这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那些出租的就有一些租客，他就是专业那种占屋的比如付头一个月的这个租金，然后呢进去站着，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不走了。那么大家记住啊，这个弄好一些法律合同，然后呢这个尽量的要一些押金然后这个查一下他们的这个背景吧，或者是怎么样，最好是这样，也只能这样了，预防了。如果这个事情真的降临到你的头上，发生在你的这个身上的话，也是比较不幸的。所以呢，这个在美国呀，这个弄这房地产啊，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多稀奇古怪的法律你都没有听说过的。它都有，所以呢，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小心一些这种非法占屋的人。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